欢迎回到正者龙树的第3阶段。我们讲述正者龙树课程进入第5年了。我一直想要翻译他最伟大的著作。这本著作的名字是《智论》，或是称为 Pasya。所以我刚刚决定，在讲解到智地的时候，也许我会给大家一些甜点。假如你们吃了太多甜点，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会变得疯狂。所以我们正要把正者龙树的第3堂、第3阶段录完，我们得花5年的时间讲完龙树菩萨课程。目前我们正进行到第3年，目前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正在讲丘尼喇嘛的论书。昨天发现了2件好事，你们马上就问我是哪2件事呢？是哪2件事？第一件事，我们找到丘尼喇嘛论书的扫描档，他在20年前遗失了。我们从他的寺院中找到的，丘尼喇嘛的寺院中。现在我们可以来确实做校对的工作了。这世界上仅存的影印本，往后我们有机会来谈论这本论书。而第2件事情是，你们准备好了吗？桃子树咖啡吧已经从县政府拿到所有的营业许可证了，耶！经过了1年半的奋斗，我都几乎要为这件事得心脏病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但愿上帝保佑他们。所以我今天心情很好。我想从你们很多人开始听我讲课，首先我必须先谢谢大家，你们自愿加入 ACI 的志工团队，你们在世界各地努力付出，让 ACI 想做的事得以在各地发生，我真的很感谢。请再说一次。哦，还有药师佛进修营的志工们也是。所以我在想，在桃子树咖啡吧里，我要提供你们什么样美味的餐点，提供给 ACI 和药师佛进修营的志工们。有什么美味的餐点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因为这是咖啡吧老板该做的事。所以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在纯金俱乐部，你们很多人都在帮忙支持保存古老经典的计划，那得花700年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经典保存下来。那将需要，我不知道。现在有一本书我们开始作业了，但它花我们51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我想既然你们很多人都参与了亚洲经典输入计划，以及如何拯救这些古老的经典，我想今天的开始会很有趣。我会告诉你们我是如何运用这些经典里的智慧。我每年要用这个资料库大概200到300次，在过去35年间，如果没有这个资料库，对我而言，我的授课和备课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我所要做的，很抱歉，今天的技术资源没办法很到位，我得把一台电脑摆在我的大腿上，然后我得面对一台电脑。但我想你们会想看到这个资料库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你们很多人为这个资料库的建立一直在募款。然而你们可能从没看过这个资料库是如何被运用的，所以今天我想把它搭配在正者龙树课程中用给你们看，所以这会是一个特别的课堂。这个版本的正者龙树课程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会把它结合到为什么药师佛会产生作用，为什么曼陀罗咒语会有用，如何让密宗的经典产生作用。如果你知道陀罗尼是如何产生作用的，修行是如何产生作用的，那么这一切将会运行得更好。这就像是电脑的系统，如果你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个系统就能运作得更顺畅。假如你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那么你就得像我把电脑摆在大腿上，好让你们看到电脑萤幕呈现的画面。所以很显然的，知道某件事如何运作是很有用的。所以假如你了解如何让修药师佛产生作用，然后你就可以让它做得更好，接着你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成就这件事有很深刻的讨论，有些人说知道这是如何运作一点都不重要，教我们怎么做就好了。但是我确信，假如你们知道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将会变得更具力量。如果你要想像一般的跟阿嬷一样，你只想念这些陀罗尼，你不想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作用的，那也没关系。
我在想，如果是我妈妈，她已经95岁了，也许我也没办法向她解释陀罗尼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只能告诉她，你就念诵这些陀罗尼吧。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就是资料库。它的操作界面看起来像是这样。我们来谈一谈，我想让你们看看一些关于正者龙树的资料。当然，正者龙树所说的是为了解释空性，一直以来正者龙树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于空性的解释。这就是资料库在我的电脑里所呈现的画面。这里是资料库的另外一部分，我每天都会用的部分。我想让你们看看，我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 Tenure， 这里有5000本书被翻译为藏文，这整个翻译过程历经700年之久。整个翻译工作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在宗喀巴大师那个年代，成书大概有4600到4700本书。亚洲经典输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在35年前启动这个计划，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些印度的古老经书保存下来。这些书都是梵文写的，包括了所有的论述，所有密宗的经书。唯一的问题就是，在印度这些经书没有副本。他们不是被烧掉就是毁损了，所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我们确实和这些古老的寺院取得联系，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些阻碍。我们真的进入了他们的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许多一叠一叠的经书，在这些层叠的经书中，我们有许多新的书页要把它们印下来，大概有31万叠的经书吧。31万叠的经书，我们从这些古老的佛经的论述中要把所有的文本印出来，从古老的印度，而且我们做到了，我们完成了这个计划，它大概花了我们大约10到1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进行打字书的工作，大概有31万页的资料需要打字，而我们也把它完成了，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资料库。可以让我们使用这里的论述的部分，这里所有论述都是来自古老的印度。我想给你们看看，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所有种类的论述。比方说，这里是关于智论的、中道的，这里是关于唯心论，这里是关于阿毗达摩，这里是关于戒论的，这是关于逻辑的，这是关于医学的，这是关于建筑的，这里是关于文法的，这些书是关于如何去做那些实际的事情，就好像运作一个政府。所以甚至有一本书是谈到如何把宝石分类的。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我想把这些种类论述都秀给你们看。第二个在这里我们称为金刚圣钻石之路，就如你所见的，这几乎有。好的，这里有78本不同的书，代表只有78000页的古老论述，是关于密宗的，关于密宗大约50万页，但是你们会接触的大约是78000页。关于密宗的论述，他们是被分门别类的。顺道一提一下，整理金刚圣的准备工作是很秘密的。我和静美运用我们所找到的古老论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是一件大事情。在那之后，我不知道这些是在300到400年前雕刻上去的。有些人弄懂了，他们是如何把这些放进密宗的经典里，按照他们的顺序，这真的很棒。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但是这里有关于密宗的4堂课。在密宗里有4个不同阶级层次，比方说药师佛是在第4阶，最高阶被称为阿弥达巴。第1阶，我们来看看阿弥达巴。在这里，我不知道有17个不同的种类，关于不同的阿弥达巴的密宗经典，比方说圣乐金刚在这里，十轮在这里，一部分的绿度母在这里，也许最高的密宗经典被称为密集金刚，这是宗喀巴大师最钟爱的一本书。这本经典也被用于密宗的大学。1955年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那里担任助理主任。
当你走进《金刚圣秘籍》这一系列神秘的书籍中，里面有包含5大类以及数百种书籍。第一大类被称为 Gugulugu， 它的意思是正者龙树的系统。所以人们问我，请问正者龙树懂得什么密宗经典吗？拜托，密宗最高阶的经典就是正者龙树所著的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他贡献付出的，有50卷关于成就金刚之路的经典是由于正者龙树所注解的，而他也是第一位提到论书的人。他是最伟大的专家，他不仅专精于空性，同时他还是最伟大的专家。当你在这看到这密法的教授中，他是位列第一的，他是最上师，而他的系统在古老的印度被记录和使用着。这里能有几千页关于正者龙树所写的密集金刚的注释，这些也是宗喀巴大师自己本身最喜爱使用的经典，所以这些书是来自古印度。而在第一集所强调关于密法的教授，密法教授中最高阶的课程就是正者龙树所教授的系统。正者龙树的讲述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现在我想我可以在数据库上操作，我想要看看。好的，西藏人做了，西藏人写了1000年的注释，他们对正者龙树对于神秘之路金刚之路的论述是怎么说的。那么接下来在数据库我们要点选这个顺补，它的意思是这里全是藏文的书籍，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大概完成了5万本书。而这里可以说我们点选 Lojong， 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书。事实上在数位图书馆的所有书架上，我们有各种关于修心的书籍，我们大概有150本关于修心的书籍。顺便告诉你们，经历了35年艰苦的工作，首先要找到这些经典，然后这些书输入成为数位档案。在历史上没有人将这些经典编过书目，没有人做过，而我们做到了。那花了我们大约30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过多的谈论过这件事情，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我们做过这件事，但是这需要花数千小时的工作，把它们有系统的输入到数位图书馆，把所有的书放在相应的资料夹里，然后说密宗的经典在这里，中道论的经典在这里，阿毗达摩在那里，然后把它整理到所有的资料里，那真的要花数以千计小时的工作。所以来让我们看看密宗的经典，让我们看看西藏如何解释密宗的经典。这个发生在，顺便一提，你在这里看到所有的档案戒律，这里有一个系统树，这里是史书、中道论、比较哲学、阿毗达摩。我们看看密宗的经典，它被称为 Gyu， 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密宗系统，有130种，药师佛是其中之一。那里的我们所保存的其他129种。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比方说文殊师利、白文殊师利、热圣金刚、阿弥陀佛，我们把这些都编目了。我们保存了130所不同学校里的密宗经典。所以药师佛只是其中一所学校的密宗经典，而这里还有129所其他的，我们已经辨认出来的，我们把它修复了。所以假如你看到这里，我们来看看正者龙树的讲述，有关于最深奥的经典，它被称为密集金刚，就在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右手边有所有不同种类的关于密集金刚的经典和它的注释。当你死了之后，你要如何移动你的意识？要如何做上师瑜伽？要如何静修？要如何做灌顶？要如何画曼陀罗？要怎么做多玛？
要怎么持咒，要怎么忏悔，如何借由密金刚来做事力量，要怎么做火供，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种类，这些仅仅是正者龙树，那些只是正者龙树所著的密宗经典。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那我们来看看这里共有多少页的资料。一共700万位元，700万位元的资料，要怎么说它呢？我不知道如果你要把它转成页页的文本，仅仅正者龙树的资料就有7.500万位元。印出来大约是5000页的资料，5000页关于正者龙树对于密法教授的注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论这些呢？好的，也许你注意到了，正者龙树制定了我们受菩萨戒的仪式。没有这些仪式，没有一些仪式，让我们来受菩萨戒，那么你们是不被允许学习药师佛的。你们必须接受灌顶，然后你们必须受戒，最后持戒，并试着让自己成为菩萨。我们必须经历这个仪式，而我们用的是正者龙树所制定的仪式。今天我们准备跳入游泳池了，这个泳池叫做正者龙树，这真的很难。我们要准备跳入他对空性的教授。可惜老师，这和药师佛有什么关系？好的，这里有个资料库的搜寻程式，我们发明了这个搜寻程式。我想你们会想要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现在从5000本古印度的书籍中做搜寻，我要去找任何有关 Chanchukisen 菩提心的讲述，我只会用全名的部分来做搜寻，因为这样会比较快。然后我们先看看接近他的名字的部分。Naga 正者龙树有写过任何关于菩提心的著作吗？为什么？可惜老师，为什么你现在不讲菩提心了？因为现在我有点恼火。你为什么感到恼火？因为我整个火大了。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呢？我昨天和一些人讲话，他们说我们现在学习药师佛了，我们不需要学习道次第了，我们已经进阶了，我们不必再学习道次第。然后我就整个火大。所以有人根据正者龙树所说的写了8000页的注释，而有些注释是正者龙树自己写的。关于最高阶的密法教授，正者龙树有修习道次第吗？他认为道次第仍然是重要的吗？还是他就直接修习药师佛了呢？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你可以问资料库。嗨，资料库，抱歉。正者龙树是否认为菩提心是很重要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们去找一找。我不知道有100万页资料在1.5秒内被找出来。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有在看吗？我们继续看下去。1、2、3，找到了。我猜这花不到1秒钟。他们就在那边。Luju 的意思是正者龙树。这里有本书被称为。是的，他写了一个仪式，是关于受菩萨戒的。而这本书在古书的资料夹里面，因为他要写其他的东西吗？有的，他写了这个，一个关于如何得到菩提心的仪式。他写了一个关于如何得到菩提心的仪式。这个仪式被放在哪里？在密宗的经典中，好吗？正者龙树的注释在关于如何得到菩提心上，在密宗的经典里，我没这么说，是他们说的。现在你们有8000页关于密宗的注释，还有正者龙树体系下关于密宗的原始资料。也许他懂得药师佛，也许他觉得对于你们在密法中得到菩萨戒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写了这本书。他写下这本书，好吗？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些文本深植在你们心中，知道吗？这当中有非常大的连结。你们一定要学习道次第。
假如你们想要学习密宗的经典，像是药师佛，特别是关于道次第的部分，它是在解决关于慈悲心和爱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空性的部分。你们必须了解空性，不然持咒是不会有效果的。你们可以整天做着持咒，但是如果你们不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持咒是不会有效果的。这真的很奇怪。你们可以读诵咒语，那没有问题，你们会得到些许的善业，那是由于你们的积极作为。但是如果你们为了了解正者龙树对空性的讲述，而在这条路上努力奋战，之后你们就会真正了解什么是药师佛。所以我把这个程式称之为药师佛的空性。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药师佛的空性吧。然后我说，这是唯一能让法咒在你们身上有效产生效果的方法。我很高兴能和你们所有的志工们分享这些智慧。我想你们是全世界上最认真的一群人，而我喜欢认真的人。有很多的人啊，假如我说，让我们努力奋战，走在了解正者龙树他所写的关于空性最难理解的一本书的路上，因为他明了密宗的经典，而他知道这是对于进一步去学习药师佛，这是必须的。事实上，这里有8000页关于他对密宗经典的理解，已经被收录在资料库里。让我们仔细思考吧。我很确认你们不会感到困惑或发疯。我们要好好奋战，走在深入了解空性的路上。在寺庙中，如果老师让你们对空性感到困惑，他们会认为你们有在进步。假如你们认为自己在半小时内就理解空性了，你们就错了。为了理解空性，花了我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吧，我们开始讲今天真正要讲的内容。这是我们要非常深入学习的第7堂课。我们开始吧。好的 ，Tim 叔叔，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要这一章。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篇名。顺道一提，我们已经很深入这个课文了。这被称为第13章，它的名字是对于因素的调查。现在，在你们当中失去敏捷的人，你们应该告诉阿公。等一下，这个不是我们在第1章讲过了吗？好的，在第1章它的名字是什么？对于条件的调查。根据4个条件。现在，在经过12章后，他决定要包含因素进去了。好的，那么到底因素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顾一下，你可以再回到上一张投影片吗？是的，都去的意思是说，让事情发生的事物，在许多状况下，都去意味着第2个起因。这是为什么我要把它翻成因素。比方说，树木的主要成因是什么？是种子，对吧？那被称为 Nunegikyu， 那被称为直接的原因，然后你就会有都取，那个意味着有帮助贡献的因素，像是水、阳光、肥料。我们来说说 Tapa 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调查那个章节。哇，在范文里你们怎么说的？ Parisha， 我们把问题整个看一看。Pari 像是潜望镜 ，Isha 在德语中就像 Auga， 就像在英语中的 EYE， 在这里会有个 Y， 在英语就是你的眼睛。所以在27章的每一章，在正者龙树它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著作被称为 Parisha， 不是，我是说他的书。Prasya， 不是，我是说他的书。Prasya， 这就是智论，他没有讲过关于智慧细节的讨论。有人问他，你的书名是什么？他说智论。好了，但是什么是智论？但是智论，那真的很正者龙树。他是个不多话的人，所以我们开始调查吧。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些特殊的章节里，并没有用很明显的方式命名它。在这里，因素的意思指的是假象。所以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情，它们的连结是什么？
这是关于假象的见解。玛雅一个假象，所以说真的，他应该把它称之为玛雅帕利夏。这一章不是真的在讨论不同的因素，这其实在第1章里已经讨论过了。接着第13章，他要谈的原因和条件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是如何被包含到假象里。我们再继续，系上你们的安全带。顺道一提，它都已只包含了假象并不满足，在这一章的结尾，它还包含了众生的空性，空性中的空性。所以各位啊，今天早上你们不太幸运，你们登上了火箭。今天结束前，我们将要谈到空性中的空性，然后我会持续回来进行药师佛的进修，然后展示给你们看。假如你们了解了空性，你们所持的咒会变得更具有威力，而你们的修炼也会，然后你们就变成超级药师佛，好吗？好，我们继续下去。第一节 ，Tim 先生。佛陀说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如啊，都是在欺骗你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在欺骗你，药师佛的法咒也是在欺骗你。什么？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 Libra 他们对你说谎，他们对你说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在欺骗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对你说谎。尊巴颂，佛陀说道：现在有一个我现在要让你们准备好，假如你们曾经到过寺院，他们曾经口头上用1秒200字的速度用藏语来辩论。有些人喜欢拿这个最受欢迎的题目。佛陀说谎，佛陀说了谎话，好吗？所以佛陀没有遵循施美德，对吧？你的意思是什么？犯了第4项，第4项是什么？他说谎，佛陀说谎。假如你想进行一场有趣的辩论，对手是寺院中12岁的小喇嘛，这是很好的，这可能持续1个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或更久。佛陀说谎话，在这里他说了谎话，在正者同书的著作里他说了谎话，但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所有的起因的事物都是在骗你的，所以他只提到了谎言这个字，而不是佛陀说谎。他讲了谎言，但是他并没有说谎，懂了吗？这是个笑话，好吗？如果你曾和一位12岁的小喇嘛辩论，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所有成因的事物，所有有成因的事物，或者是每件事都有其他事的成因，这些都在欺骗你。然而，抱歉，有成因的每件事都在欺骗你。然后他是说谎者，尊巴，他们是说谎者。这就是正者龙树在这一章开头说的话。然后这就是为什么 Tim 和阿公会在客人的开始出现在照片里。而这个想法是，我也不知道，是员工在骗雇主吗？我猜是的。然后这员工就合起来。那这里要说的是，员工欺骗雇主，因此他就必须对雇主说谎。所以在欺骗和说谎之间有了一个连结。员工偷了钱，这是在欺骗。然后他现在必须为此而说谎，这样他才能够把钱留下来。好的，进入那种心境，我们来谈谈假象。当我们提到有人对你说谎，好的，我们进入下一节。
你看，好的，我同意。所以设想一下，每件事都在欺骗我。那所说的谎言是关于什么？事物包含药师佛练习，以及包含药师咒。他们要怎么跟我说谎？他们要怎么跟我说谎？听好，他说他们在向你说谎。那他们达到东义的主题空性。哇，它是什么意思？好的，那位员工不存在着，不存在着交易的诚信。他在欺骗这间公司，他的交易中有多少诚信？在那个柜台的那一刻，有多少诚信正在发生？0，那就叫做空性，懂吗？当有人骗你，那里没有实相，那么这个状况就是空与实相。当有人在骗你，他们跟你说谎，当他们跟你说谎，真相已经离开，那就是一种空性。如果这不是真的，它就是空性。或者说，会骗你的事物在跟你说谎，你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在骗你，你身旁的一切事物，包含药师咒，都在向你说谎。因此，一切都是空的，那里没有真相，没有事物是真实的，懂吗？好的，接着，我不晓得，我试着要找到一张关于说谎的照片，在这。这是一件 GUCCI 的包包，你是在泰国街上买的，只要$2。那里有一个地方，是北京，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市集。我的朋友疯了，我来自以色列的朋友他去到这个市集，他帮所有的亲戚买了30件包包，而每个包包都大概1美元左右。你把包包提起来，手把就会掉下来。像这样的事发生，它看起来像是个 GUCCI 包包，但是它是假的 GUCCI 包包。而佛陀说，你身边的一切事物就像是那样，一切事物都在向你说谎。我们来到下一个寄送。抱歉，我要引述一下，这不在你的。所以当佛陀讲到说谎，假设佛陀有谈到说谎，所以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引述吗？而且喇嘛接下这个挑战，而他说我会给你看一些引述，我有佛陀讲的一个引述，而它叫 Machu Picchu 的 Machupa 的意思是一座永远不会干枯的特别湖泊。Chupa 意思是干枯 ，Machupa 意思是永不干枯。Anatat 梵文是 Anatat， 意思是有时候叫做不卵。但有一位龙住在湖中，他的名字是 Machupa Anatat。有时候他们把它叫做不卵或是温暖。在经中，他跟佛陀有一段对话，是湖中之龙的经，而他说，佛陀说，任何来自条件的事物，那是我们的条件。任何来自原因和条件的事物，像是种子或水、肥料，任何从水以及种子中出生的事物，从未出生。任何来自于水以及种子的事物从未出生。或者说，这全都是假的，这全都是谎言。没有一个存在的本质在那出生，没有事物出生，那连最微小的存在都没有出生。我告诉你，任何混杂着原因的事物都是空性，它是一个谎言，真相已经离开。任何真正了解那个概念的人，可以做好事情，就像是药师佛的练习一样。帕耶燕，你知道帕耶燕的像是新生儿，就像是一位新婚女性，诸如此类的，意思是他们很熟练，他们以正确的方式活着。任何了解空性的人，都能做好药师佛的练习。是谁说的？佛陀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了解在那里的幻象，他们也了解那里的空性，那就是佛陀所描述的谎言。任何有原因的事物都在跟你说谎。如果你理解，
那么你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你可以拥有一美好的练习，懂吗？我现在帮你找到这个到翻文之后，把它放在翻译的。顺便讲一下，翻译已经有400页了，而它是非常困难的，这真的非常困难。我们现在以1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在阅读，这本应该得花20年时间之类的。好的，我们继续。下一季，这真的是1季半。我曾说到读龙树大师的文本有什么棘手的地方，我讲了什么，是能跟骗到你的。是的，有时候他会把别人的论事撒一些在里面，而且他没有警告你，没有任何警告，而你需要确认喇嘛来告诉你，不，这不是龙树大师，这是另一个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人。这也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事物它本身并没有真实本质，如果事物本身们并没有真实本质，顺便说一下，龙树菩萨说他们并没有本质，是吗？他说，如果事物它们本身没有真实本质，那么他们为了改变。而顺便说一下，这里将用到当你使用牛奶来制作优酪乳，在印度，在市场中制作优酪乳的方法就是，你拿一碗热牛奶，你把它倒入之前优酪乳生成的酵母中，接着你就把它吊在你的店里面，一整天下来，苍蝇覆盖住优酪乳，你甚至都看不到白色，全都是黑的，然后他们就会在隔一天拿来卖。当我从印度飞回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身上有17种寄生虫。所以无论如何，牛奶转化成优酪乳，你能不能告诉我优酪乳跟牛奶之间的不同？是的，它是不同的，它喝起来不一样，它比较粘稠，是吗？另外一个人讲了一个有趣的事，他说看好，如果有原因的事物，它们本身是没有本质的，那么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如果牛奶没有一个特性，那么它是如果丢下那个特性，然后变成一个优酪乳，懂吗？所以龙树大师根据你，如果一件事物都是空性，而它本身没有特质，那么牛奶永远不能改变，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本质才能改变。在它可以变到其他东西之前，它必须是一个东西。如果一开始它不是一个事物，它怎么变成优酪乳？我们可以看到事物改变，因此没有事物有它自身的本质这件事不是对的。事物没有本质不是对的。好的，说事物是空的。如果牛奶没有作为牛奶的本质，好的，它如果变成优酪乳，如果它从来没有拥有一个特性，它如何丢下先前的特性，然后换上新的特性？这是另外一个人跟龙树大师的对话。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人，你的麻烦就大了。我找到一张我喜欢的照片，它是树叶，绿色，有不同颜色的树叶。我不晓得，这里现在是春天，所以我们会想到树叶。如果树叶不是绿色的，它要怎么转变为黄色？懂吗？如果树叶不是绿色的，它要如何转为黄色？龙树大师，你说没有事物本身有任何本质。好的，我确实这么说，所以树叶不是绿色的。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好的，如果它们不是绿色，那它怎么转变为黄？那你要怎么说转变呢？它一定是绿色，那些绿色的树叶是绿色的，它有一个本质，它们是绿色的。如果它们没有一个本质，它们无法变成黄色，这是有道理的，对吧？懂吗？是的，你是对的。好，我们继续。好的，继续下一季。而龙树大师的回答是，不是。如果事物是有一个本质，那它们要如何改变？
另外一个人说，如果绿色的树叶不是绿色的，它如果转变为黄。而龙树大师说，如果绿色树叶是绿色的，它们无法转变为黄色。你的论点击败了你自己。如果绿色树叶是绿色的，它们不可能转变为黄色树叶，它们是绿色的。你不能把绿色树叶叫做黄色，拜托。如果绿色树叶是真的绿色的，它就不能转为黄色。所以你不要给我这个愚蠢的例子，因为事物转变，它们一定有一些本质。如果它们在一开始就没有本质来改变，你不能说它们改变，懂吗？懂吗？你还好吗？就继续点头就好。你们坐在家里的人就继续点头。所以他用了这个论点来回应给另外一个人。如果绿色树叶是绿色的，那么它们不能变成黄色树叶，因为它们是绿色树叶，懂吗？他用了一样的论点来回那个人。这里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非常好找。好的，如果绿色树叶是绿色的，它们永远无法变成黄色。如果绿色树叶有一个绿色本质，它们将永远无法变成黄色树叶。另外一个人说，如果它没有一个绿色的本质，如果它们丢掉本质，接着变成黄色，你要如何在它们身上观察到改变？懂吗？所以它们一定有一个本质。好的，现在修炼喇嘛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字，而我们想要在梵文课中来使用它。所以我们有的每一堂龙树大师的课，我们都会做一个迷你的梵文课，所以能学到一点点梵文，不用担心，它不会伤到你。整堂课大概会有15个字，但因为你练习药师佛后，之后会讲到梵文，而这个练习是没有本质的，让你成为药师佛，你就会讲梵文。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先习惯，就像你要去瓜达哈拉哈，你最好先学会这5个字，这会让计程车司机非常开心。好的，所以我们开始。你们有收到我的答案吗？这是我们的迷你梵文课。这个字叫做，顺便讲一下我拼错了 king， 现在修正会不会太晚 ？Prakriti 应该是 KIR， 这是其他所有人都会犯的旧的错误。Prakriti， 而你们可能听过 Prakriti 这个字，这在印度瑜伽学派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字，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它的藏文叫做 Shidu， 说 Shidu， 而那个 Shi 是一个不常见的字，意思是原始的本质之类的 Shi， 而刚好用在这一个常见的表达中。Dashidule， 意思是你没有一个美好的原始本质。那就用藏文说 Hi 的方式，你说 Dashidule， 意思是美好原始的闪耀本质。Dashidule， 当你用藏文说谢谢你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你良善的心，你良善的圣心，这就是你说谢谢的方式。那你要怎么说早安？就是闪耀幸福以及良善的原始本质。以前会用来表达新年快乐，而它变得非常常见，大家开始用它来道早安。好的 Prakriti 来自 pra， 添加字 pra， 而接着 kriti。这边说一下，大家念成 Prakriti， 而它是错的，发音是错的。Prakrit， 大家念成 Prakrit， 这像是在念。你德国的朋友说，我想要买一台 Jeep， 应该是 Jeep， 然后把它开回家。它只是一个发音的错误。好的，所以 pra 的意思是向前，或是非常多。克是字根，意思是去制作或是去做。我们讲了 pra 很多次了。克，我们这里有讲到希律尔谷物以及 kure 的创造或是卡玛业力，而希律尔谷物的西以及是 K， 它是在莎士比亚时期改变的，而他让它变成过去式，而我认为它变成英文中的 ED 做到了，或者是
I created， 我创造了所以 Prakriti 的意思是那个从一开始就做好的，而它的本质是一个东西的原始本质。在苏文派的哲学中，一个古老印度瑜伽哲学，他们会对照两件事物。阿西卡女士 Prakriti 以及 Purusha。Prakriti 以及 Purusha。Purusha 意思是这个人，而他意思是神。这个人大写的人，他创造了一切，而 Prakriti 是由神创造的本质。所以在印度教中，特别是古老的瑜伽哲学 ，Prakriti 就是本质，而 Purusha 就是创造者。但在佛教当中 ，Prakriti 的意思是事物不能有的本质，原始本质，绿色树叶。在树叶中的绿色像是那样，所以试着去记住，那叫做虚如。而秋叶奶妈非常熟练的运用这个字，所以现在你可以学到一个新的字 ，Prakriti， 在一开始就做好的事物 ，Prakriti 以及事物的本质。当迈克由他的父母制造出来时，他是由工厂制造的内建一个本质吗？从这个工厂中，他身体里是否有一个 Prakriti 的本质？从我母亲的工厂。好的，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现在龙树菩萨天哪，他就跳到你身上。嘿，你们在讲变动是吗？绿色树叶变成黄色是吗？是啊，那是否有一个本质？变动是否有一个本质？懂吗？现在忘掉树叶，请问绿色树叶是否有一个本质？我们说没有，他们说有。他们说它一定有一个本质，因为它在改变，如果它没有一个特性，它要怎么换上新的黄色特性？如果它一开始没有特性，牛奶要怎么丢掉旧的特性，然后变成优酪乳？现在我们说，顺便讲一下，你们想要谈谈变动的空性。当牛奶变成优酪乳时，当树叶变黄时，那空性是什么？如果事物有一个本质，有一个原始的本质 Prakriti 它就无法变成其他东西。如果事物是自性存在的分开，它们无法有一个本质。如果事物是自性存在的分开或是其他，请问黄色树叶不同于绿色的树叶吗？是的，它是黄色的。请问优酪乳不同于牛奶吗？是的。请问那个不同的自性存在的吗？请问那个不同的是自性存在的吗？年轻人不会变老，而老人也不会变老。那是龙树大师。年轻人不会变老，而老人也不会变老。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因为它比较简单。请问老人会变老吗？不会，他已经老了。好的，这个已经结束了。现在大问题是，请问年轻人会变老吗？不会，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好的，听好。请问年轻人会变老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年轻。是的，这是分开的，这是完全分开的。请问老人会变老吗？不会，他们已经老了。请问年轻人会变老吗？不会，他们很年轻。懂吗？别在文字上胡闹了，我没有在文字上胡闹，我正在示范给你看。文字已经乱成一片了，而你没有注意到。年轻人变老，你在讲什么？年轻的老人，一位老的年轻人。你的意思是有些东西错了。咒语治好癌症，要是咒治好癌症，关联是什么？咒语从未碰触癌症，它要怎么治疗癌症？它们是分开的还是不是？牛奶要怎么变成秀的意思是优酪乳。
如果你有肚子饿的话，就要一些 show， 但是要念低音的 show， 不要念秀。秀的意思是骰子，而它意思是你想要输一些钱。不要说了，我肚子饿了，我需要一些秀。请问牛奶跟优酪乳是分开的还是不是？它们是分开的东西吗？是或不是？我没有在骗你。这是龙树大师，典型的龙树大师，我没有在骗你。回答问题就好。请问牛奶是优酪乳吗？不是。学生说不是。他们是分开的吗？是的。他们有碰触吗？没有办法。为什么？牛奶是昨天的，优酪乳是今天的，它们无法重叠。如果它们在任何时间点触碰到，那么昨天就是今天，这是不可能的。牛奶无法变成优酪乳，这是不可能的。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要是咒无法治疗癌症，但它可以。那就是我们得到优酪乳的方式是吗？你吃了优酪乳几次？一定有东西在那里是吗？下一个，我有一张奶奶与孙女的照片，孙女并不老，没有变老，而奶奶没有变老，因为奶奶已经老了，而孙女很年轻，好吗？请想一想，下一张。这堂课正进行中，我们看看根据丘里喇嘛，他在引导我们。顺便讲一下，我们还没讲完整个论释，论释需要花20年的时间来教，真的，而它非常的优美。但他警告我们，丘里喇嘛说，我要向你证明，空性本身没有本质。我要向你证明，空性是空的。那是他的大事。下一季是这整本经典最著名的其中一季。非常荣幸的是，我们所有药师佛以及 ACI 的志工今天都在此，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也许是最好的这本经典第二著名的一季。很酷的是，你们在这，因为在5年之中，这只会发生一次，所以我们开始。如果有任何事物不是空的，如果有些微的事物不是空的，你就有些微的事物不是那个事物。如果那里有些微事物不是空的，那么就拥有一丝丝的空性。如果那里没有些微事物不是空的，你要如何拥有空性？你需要对立面来证明事物。如果没有那些事物不是空的，你要如何去认出空性？你透过与其他事物比较来认出事物。如果它不是黄色的，你要如何知道一些事物是蓝色的？如果蓝色整天在你身边，如果你的房间一切都是蓝色的，你就不会看到蓝色。我的意思是你在看着它，但你不会看到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证明，这是空性有自身的空性。现在怎么样呢？那我们看看这张照片。这是一杯水，它是完全满的，它绝不是空的。但它有一些不是空的部分。如果空性来自于它本身，那就得有一些不是空的部分。因此，最后一个陈述是谁在说话？听起来是另外一个人。好的，龙树大师说一定是一些东西。如果事物它们本身没有特性，那么唯一你可以认出它的方式，
就是透过看它的对立面，因此这个宇宙中一定有一些东西不是空的，然后你可以把它们跟空的事物做比较，然后你知道它们是空的，否则你要如果看到，如果空性并没有它本身的特质，如果我们只能透过比较而空，好的，我们继续。如果你还不够困惑，我们再来努力。我们来到下一季。这是非常细微的一季，这花了大量的努力。我来跟你介绍。我的老师说，你必须要煮一煮。Rebecca 以前常跟我的老师坐在一起，你去煮一煮。我们说 no， 我们不了解任何事物，煮一煮，该照的煮一煮。我要回家了，我应该要这么试试看。正者讲到空性，这是 Nenjong 第一个主要道，就是出离心，但它也有撕掉一些东西的意思，去撕掉一些东西 Nepachong 把它拉出来，将你自己从家庭生活中拉出来，这叫做出离心。但在这里，佛陀说空性撕开了。Dagun Loda 错误见，他们说如果你得到空性，它会处理你错误的见，将他们从房子里拉出来，出去这间房子。这非常的细微，无论是谁看到空性，无论是谁认为他们看到空性，从他们本身而来，那是一个陷阱。无论是谁看到空性，这个 ju 的意思是可修理的，能够修理的。may， 你人生中可以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如果你认为那个空性有自身本质，那么你就没救了，真的没救了。是谁说的？顺佛陀。如果你认为咒语能从他们本身有用，你就没救了，完全没有希望了。你还不如没有听过这个咒语。如果你要抓住这个咒语，认为它从它本身有用，而你不需要去保护生命来让咒语有用，好吗？如果你认为咒语能够从它本身有用而不用保护生命，你会在没有保护生命下到处走来走去念咒，祝你好运，你没救了。是谁说的？佛陀。Dutta Mepa， 这里的意思是你坏掉了，没有人可以修好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运用佛法了，但是你在错误运用，所以你是最糟糕的那种坏掉。而我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我无法修好你。是谁说的？佛陀说的。非常严重。所以那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课。再一次，这堂特别很烧脑，但这堂课是给那些帮了很多忙的人的礼物。我知道，我帮我上司30年的时间，我洗了30年的碗。我跟艾丽找到一张我们的照片，在外面铲雪，在全球暖化以前常下雪。就铲雪铲了一整天，那真的是，所以我要告诉你，作为一位义工是非常酷的事，你可以做的最聪明的事，真的诚实的说，我不是只有自私，好吗？而我做了30年的时间，我回想那段时光，一些我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他们以前常说那个人在占你便宜，你在做整天的白工，你可以成为一位大律师，你可以成为一位政府高官，他们现在都死了，或者他们得到癌症，他们每天整天写信给我，帮我，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教我一些东西。当我去找我老师那时，这些人告诉我，你真笨，你整天在服务你的老师，你真笨。当我回首那段时光，我真的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你们真的够聪明才来当志工，请继续。而当你回首这些时光，而你会说那是我这一生最棒的时光。好的，我们之后见。